在很多人的记忆里，中国房地产真正的下跌是从2021年开始的，再往前追溯也最多回到2008年。但如果从制度运行的角度来看，2014年才是一个真正的分水岭，不是因为那一年跌得最狠，而是因为一个在2008年之后已经被制度性纳入财政、金融、投资运行体系的房地产系统，第一次在房价下跌中被证明无法依靠自身机制完成修复。这一次房价下行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市场调整，而是一次制度运行能力的压力测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本次将从5方面展开分析。2014年房地产市场表面上发生了什么？如果只看市场表现，2014年释放出的信号非常清晰。首先是成交量的普遍下滑，无论是1线、2线还是数量更多的3、4线城市，全国商品房成交都明显收缩，多数购房者进入观望状态。其次是价格开始松动，1线城市虽然相对坚挺，但在大量3、4线城市，房价已经出现连续回落，开发商开始降价、打折，或者通过送装修、送物业等方式变相降价，这是之前少见的现象。第三是开发商行为的转变，从此前的惜售捂盘转向加快出货，回笼资金，说明市场预期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与此同时，土地市场同步降温，土地溢价率明显回落，流拍开始增多，地方政府逐步直观感受到土地收入的不确定性。概括起来就是2014年房地产市场第一次在较大范围内出现了供给明显超过短期有效需求的状态。2. 表面下跌之下，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如果只停留在成交下降、价格回调的层面，2014年似乎只是一次常见的周期调整，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房地产系统内部已经出现结构性失衡。为什么有这样的判断？因为库存的结构性过剩。2010到2013年，中国房地产经历了历史上最快的一轮建设扩张，在土地、财政和投资拉动的驱动下，大量2、3、4线城市迅速建设新区、住宅区和配套园区。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需求，而在于供给扩张的速度远远超出了真实需求的吸收能力。根据当时多家研究机构对库存与销售数据的测算，到2014年上半年，1线、2线、3线城市的库存去化周期大致在14个月、16个月和24个月左右，部分库存积压严重的城市甚至超过30个月。而行业通常认为8到12个月才是相对健康的库存区间，这意味着即便完全停止新建，也需要1到2年以上的时间才能消化既有存量。2. 人口与城市体系的结构性错配。与此同时，中国城市体系本身也在发生变化，人口、产业和公共资源正在越来越集中于少数核心城市和都市圈，大量3、4线城市在就业机会、产业支撑和公共服务上难以形成持续吸引力，但房地产供给的逻辑仍然建立在一个旧假设之上，城镇化会相对均衡地支撑全国房地产扩张。当人口和产业的聚集方向发生变化，而供给路径没有同步调整，结构性过剩就不再是短期问题，而是长期错配。
这类错配并不能通过拖延销售、等待需求回补等等再卖自然解决。3. 开发模式对需求变化的滞后反应，开发节奏更多由融资和土地供给决定，而非真实终端需求反馈。也就是说，开发商的商业模型仍然默认需求会持续存在，而现实是新增购房需求增速放缓，改善性需求也无法支撑此前的开发节奏。到2014年，这些问题不再是孤立出现，而是同步显现。3. 真正点燃房价下跌的是金融条件的变化。需要强调的是，结构性本身不一定立刻引发价格下跌，真正让调整发生的是宏观金融条件的变化。2013到2014年，宏观金融环境出现了明显转向，银行体系新增信贷投放，在边际上趋于谨慎，影子银行扩张受到监管与风险约束，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开始趋紧，房贷与开发贷逐渐不再具备无限供给的制度条件。这些变化共同带来一个关键结果：金融体系不再具备为房地产库存持续兜底的条件。在此前的运行模式中，金融体系实际上承担了一个被反复忽略的功能性角色，通过持续的融资供给，为房地产库存延缓出清节奏。只要融资能够持续，开发商就可以推迟降价，延后销售，地方政府也可以维持既定的卖地节奏，库存并不会立刻转化为价格压力。但当2013到2014年金融条件发生变化，新增信贷在边际上趋紧，非标准化融资渠道受到约束，这种依赖融资能力延缓库存出清、等待需求回补的运行机制开始失效。对开发商而言，一旦融资节奏被打断，销售回款就成为唯一现金来源。对地方政府而言，土地出让节奏开始直接受到市场成交能力的制约。对整个房地产市场而言，库存不再是一个可以被时间推迟的问题，而是迅速演化为现实的现金流压力。也正因如此，2014年的房价下跌并非源自市场情绪率先崩塌所引发，而是一次由金融条件变化触发的被迫完成的调整。这正是2008年与2014年两次房地产下行在应对机制上的区别。2008年下跌发生之后，迅速通过全面救市完成修复。2014年金融条件边际约束先行，也就是新增融资开始变慢变紧，下行压力逐步显现，引入新的制度性工具。4. 2014年真正暴露的不是房地产的地位问题，而是其体系运行能力的问题。2008年之后，房地产已经被制度性纳入国家的财政、金融与投资运行体系，承担着稳定增长、稳定财政收入和稳定金融的重要功能。2014年的关键意义并不在于房地产是否再次下跌，而在于在没有外生金融危机冲击的情况下，这已经高度制度化的房地产体系首次在下行过程中被清晰地证明无法依靠市场机制自行完成修复。当成交放缓、库存上升和价格松动同时出现时，常规的市场调整手段，如价格让步、等待需求回补、延后销售，
已经不足以在可接受的时间范围内恢复系统平衡。在这样的情况下，房地产体系的稳定不再主要依赖自身的市场循环，而开始依赖制度性、政策性工具的持续介入。这并非意味着房地产在2014年才成为系统核心，而是表明在下行阶段，这一高度制度化的体系已经无法通过常规市场调整手段恢复运行平衡。这种运行能力的失效并不是抽象判断，而是在随后几个关键层面被逐步显化的。一、土地财政的脆弱性被现实验证，房价下跌，地价回落，土地出让收入承压，地方政府开始在实践中认识到，房地产不仅是增长引擎，也是财政稳定的潜在风险源。二、房地产下行被系统性识别为风险源，房地产的波动不再只是市场层面的调整，而是开始同时牵动地方财政可持续性、银行资产质量、城投融资链条、宏观稳定预期。这并不是房地产第一次成为系统核心，而是首次清晰地显现出，在下行阶段，常规市场机制已经不足以支撑系统稳定。三、为制度型托底提供现实条件，后续一系列常规工具才在这一背景下被引入并迅速强化。PSL、棚改货币化、定向信贷宽松、超大规模去库存工程，2014年是这些工具出现的现实前提。五、为什么2014年常常被忽略？原因并不复杂，下跌最明显的区域集中在3、4线城市。2015年政策反应节奏明显加快，随后核心城市的上涨迅速转移了市场关注焦点。下行过程的数据呈现较为分散，也未能在公共讨论中形成清晰统一的叙事。它没有制造剧烈冲击，却悄然改变了制度运行方向。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2014年证明了一件事，在高度制度化的体系中，房地产已经无法再依靠市场机制自行完成修复。在这一判断被现实验证之后，房地产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下行已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自然出清，稳定越来越依赖制度性工具维持。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国家是如何出手的？用了哪些非常规工具？代价是什么？又留下了怎样的长期后果？这正是我们下一期要谈的内容。谢谢你观看我们今天的节目，请您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